下一个看到了吗？我们现在进入主题 ，Bobby 看到了吗？还是我重新要 share 一次？可以看到，没问题的。啊，好，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一个主题，这个就是说，从我们冬季儿童的防护要怎么防护呢？那我们不是说泛泛而谈随便讲出来的，而是我们从我们古人，我们的中国的前辈，我们的古人千年给我们存留下来的经典，我们学。比如说《黄帝内经》里面，我现在是其实带大家读经典，如果大家觉得比较艰涩难懂，不要紧，因为最后呢，我会把这些资料发上来跟大家分享。那你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挺难的，其实看着看着你就不觉得难了，好吧？所以现在觉得难的朋友呢，没有关系。我《黄帝内经·灵枢》第54天年讲，它是以生命历程每10年来讲的，另一章节是以7年8年来讲，这章是以10年来讲。就是说，人生10岁的时候，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那到2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血气始盛。你看，一个是刚通，一个是刚盛，那你就知道，你们家里现在的宝宝10岁左右的，他的血气才刚刚通，所以他的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所以我们要给他特别特别的关爱和关护。这一个章节呢，也就说明了中医的一个观点，就是小儿的体质呢是至阴至阳。我用英语 translate 就是 baby 阴 baby 阳，就什么都很嫩的。那由于这么嫩呢，它的生理特点就行气未充，但同时呢，它是生机勃勃的，它每一天都在成长，每一天都在长大，每一天都有不一样。那它的病理特点，它你生病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呢？生病的时候就是说很容易就变，比如说几个小时前他还好好的，突然间他就会发高烧，这个也就是说非常危险的地方。那这个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给你们介绍这个家庭自我按摩呢？就是说你根本还来不及去看医生、找医生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帮小孩子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而且是比较有效的，而且有用的，没有副作用的去解决问题。这个是我今天要达成的目的，讲这个讲座的目的。那同时呢，小孩子他的体气是清灵的，他很清嘛 ，pure。很纯的，所以他康复很容易。所以你们家长们在家里帮一帮，他也就好了。好，下一步看得到吗？小儿五脏功能的不足与有余。可以的，看得到。那中医讲呢，我们五脏，今天我们要讲五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要推讲这个五经的按摩。五经的按摩，这个图片在左下面啊，大概是五经，你看一目了然，非常清楚。那这个五脏呢，很简单，有3个是老是虚弱的，老是不足的，有2个呢老爱发火的，这就是五脏3+2啊，很容易。肺经常会不足，经常会出汗啊、咳嗽啊、外感呢，因为这时候呢，你看带你们读经典哈，卢宪经讲。他的脏腑脆弱，腠理开疏，腠理就是我们的毛孔皮肤啊，它老是开着，容易开，那不就容易着凉吗？容易出汗，就所以肺胃不足。那脾呢？小孩子最主要是消化，消化老是不好，那这个时候是神气怯弱，他消化不好，那精神就不好。那肾呢？就是说他还没长好，那肾气肯定是虚的，常常虚。所以这个五经的按摩，肺脾肾我们常常要补。不论他什么病，我们都可以补他。肝和火呢，我们老是讲，大家如果熟悉的话，是你肝火大，你心火大啊，你这么脾气这么暴躁啊，是吧？小孩子也是一样，而且是比大人更严重，就他很容易一下子就有火，一下子又高烧，高烧出来导致肝风内动的时候，他会抽搐的。所以你看，小孩子一病起来，他可能会很危险，在家里1-2个小时，他可能就会抽搐一下，家长就慌了，是吧？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肝和心，他常常是在一个很容易长火、很容易生火的一个状态。好，下一页哈，下一页讲寒与热，我讲的不会太快吧？还好哈。好，我们在
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也讲了，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冬季的防护。那冬季的防护呢，主要是讲以温哥华这个地区为主。温哥华这个地区呢，冬季是寒湿的，因为到现在今天为止说要下雪，还没有能下。那不下雪的时候呢，温哥华就是下雨，所以它长期是一个寒湿的一个环境。小孩子呢就会老是寒湿呢，到冬天你看。素问金贵真言论说，冬气者病在四肢，冬善病必厥。必呢就是四肢疼痛，或者是身体有些容易有疼痛，那大多数呢是在四肢的疼痛。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家长对小孩子的教育非常的紧张，然后对小孩子的体育活动也非常紧张，所以很小就送他们出去学高尔夫，学打冰棍球是吧？这是加拿大的特色，都是在很寒湿冷，还有去滑雪。那我发现呢，有时候滑雪还好，它没有太湿。其实去到高尔夫，如果走到草地上是非常非常寒湿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小孩子是容易得到四肢痛，容易有风寒的感冒，就他们会开始有一点流鼻涕呀，咳嗽啊。到春天呢，那冬天没保养好，春天就开始鼻敏感 hay fever。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一段的理论看得到呢，应该是很注意下肢和小腿和双足的保暖。有时候我们父母呢会忽略了这一点，只说你身体穿的软不暖呢，其实是下肢和双足的保暖。那下一段呢，你看这个叫做《灵枢经》第4篇，邪气脏腑并行讲，行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气逆上行。行寒就是说身体已经冷了，寒饮还要吃冷的东西还喜欢吃凉的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酸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什么蛋糕是吧？那两个就是它作为中外皆伤，就外面里面两寒相攻，两寒相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比第一个更严重了里外兼攻的时候呢，就容易得咳嗽甚至哮喘，这个都是延绵不愈的，就是说3个礼拜1个月它都不好，反反复复的，而且呢容易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呢，它肺气和胃气是上逆的，就肺气本来是应该下的往下走，呼吸才顺，它肺气上逆，咳嗽哮喘，胃气上逆，所以小孩子说着话突然打几声嗝。那你们家小孩子你想一下，有没有吃饱饭就打嗝不吃饭打嗝，喝点水打嗝这种的，或者突然间打一下嗝的，那都是气逆而上行，那就喝了凉的东西。所以呢，除了饮食上呢，如果得了凉受了寒怎么办呢？就是说呢，我这里介绍一个中药外敷肚脐驱寒方，就是可以买一些艾绒然后在艾绒里面呢添加一些丁香粉、肉桂粉胡椒粉这样子。一般呢就是丁香和肉桂都比较好，如果家里没有呢，直接就拿吃的那个胡椒粉直接就混到艾绒里面。为什么要用艾绒呢？就是说这些粉呢它有点刺激性，小孩子皮肤呢又挺嫩的，那艾绒呢一般是不会伤到皮肤的。那你煎炸之后呢，就把它填到肚脐里面，然后呢就用这个一个Band-Aid 把它封住，封一会儿呢也挺有效的。那如果实在太寒呢，用温水袋不要用很热的热水袋，就敷一下那个肚子，这个都是家庭可以自己用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要喝点热粥放一点点的姜或胡椒粉，就不能多，或者是放一点。如果是外感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家里拿那个绿葱就是我们炒菜那个葱，把那个葱头有根的那个葱头剪下来，6到8个都可以。那煮一点水或煮一点稀饭，那稀饭呢不用太浓，稀稀的就可以了，我们叫米汤水。
好吧？米汤水，那这样呢就可以了。看有哪一位弟子可以帮我把我刚才讲那个米汤水的说法写到那个 chat 里面去，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好吧？哪一位医师可以帮忙？那胡椒呢，就是黑胡椒、白胡椒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好吧？那这个时候呢，而且还要告诉大家，小孩子的体温调节是相对差的，所以你保暖的同时，你不能给他太热，否则呢，他又出很多汗，尤其是手足，尽量不要出太多汗。那如果小孩子天生手足出汗，那是有问题的，所以也是要调养的。那头呢，尽量头和颈呢不要出太多汗，但是背要暖，足要暖，好吧？这个呢，就是说，一个简单的保养方法都是细节。那还有什么细节应该注意的呢？在我的临床中呢，我还发现小孩子的房间相对冷，就是大人呢，有些时候呢，大人他们的体质是热的，那他们呢，小孩子的房间相对冷一点，所以应该要经常去关爱小朋友，不能以大人不能以自己的感觉为主，要摸摸他，因为小孩子有时候表达能力非常的不好，他们不知道，而且他们一玩起来他就忘了。小孩子房间冷，而且呢，小孩子的床不能靠在窗户旁边，还有这个外墙。如果你小孩子的房间是在外墙，是在那个 house 的外墙，是不能靠着那个墙，也不能靠着窗户。那窗户呢，也是不能开缝。那如果你住的房间是，比如说比较寒湿，那你要注意那个房间的角落，因为温哥华很寒湿，要注意会不会有长毛。因为我这些也是曾经试过的哈，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些都不是我危言耸听自己想出来的，都是在看病过程中，我这些小朋友还有这些家长的遇到的一些事情。那这些小细节呢，家里居住的小细节，包括你们旅途过程的小细节，还有就是小孩子外出或者在学校学习玩耍的一些小细节都要非常注意，否则的话呢，你在家里很保养，这些小细节呢就把你保养的这些功效全破坏掉。大家清不清楚呢？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对于一些这些我刚才讲的东西不清楚，可以看一下 chat 好吧？因为我们 chat 里面呢有中医师在帮大家解答问题，然后到时候呢，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也会把 chat 里面所有的有用的一些问答做成这个文档发 email 给大家。好，如果清楚的话呢，我们就下一页。那这讲的是寒与热那我刚才讲的都是寒没有热，就是为什么呢？你看这里哈，这个《素问》第42篇《风论篇》讲的是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散行而硕变，它变化很快，腠理开则潇洒然，闭则热而闷。那刚才我们讲了一大段是寒的时候，尤其是外寒的时候，它就把我们的腠理，如果你不是太了解中医的话，你就可以想象是皮肤毛孔全都关了。那关了的话呢，里面的寒会转成热。所以小孩子为什么刚开始他咳嗽是痰白的，过2天他咳嗽就变成黄了，流的鼻涕马上变成黄了，那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内热，已经在发炎了。为什么呢？寒会转化成热的，所以我们中医讲寒热没有绝对没有绝对的寒，绝对的热，寒热是在一个转化之中。如果这个时候你们家里的小朋友吃很多肉，或者跟着爸爸妈妈吃肉有些爸爸妈妈好喜欢吃肉的哈，有些是妈妈说不吃肉，爸爸要吃很多肉的时候呢，尤其加上吃煎炸食品，又吃上零食，尤其是那种膨化的食品，内热加重，导致呢一系列的症状出来了就是包括流鼻血、咽喉整天要痛、口舌要生疮、睡眠不踏实，整天移来动去的，
睡觉的时候说话啊，动来动去，平时脾气大啊，一生起气来就大叫大喊，控制不住，口臭，大便很臭，放屁很臭。这些呢，其实都不是小孩子自己不想乖，而是他实在是不舒服，所以他才表现出这样子。所以我们呢，其实非常关注小孩子的这个叫做情绪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说小孩子有没有情绪问题啊？小孩子是不是他都很开心？其实不是的，当他有这种比较过激的情绪问题的时候，是他身体不舒服，而不是说他不想配合家长们去完成家长要求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我自己呢，本身有很多有趣的例子，包括小孩子在学校打老师，老师要把他诊断成自闭症的多动症的来看，我说不可能，这个小孩子这么好，不可能是自闭症，因为但是他在学校打老师就发脾气发成这样，好吧？所以我们是非常关注小孩子的情绪问题。那下面一段讲的是呢，灵书第28篇讲的口问，说骨入于胃，胃气上诸于肺，今有固寒气与心骨气俱环入于胃，心固相乱，真邪相攻，气病相逆有点拗口哈。但是你看到我这里呢，固和心这两个字是变成绿色的，为什么呢？固呢，就是说旧的东西，陈旧的，或者原来已经存在身体很久的，就叫固这是古文。新呢，就是现在又来了，新的又来了。所以我现在这里讲的是说，你冬天或者夏天从夏天开始很热的时候开始喝很多凉的，到了冬天这些凉气是会走吗？不会，它还是存在我们的胃里面的。所以这个时候叫做固寒气在胃里面呢。好，冬天的时候寒就从外面进来了，甚至又从外面进来，这个叫心寒气，还有心骨气。这个时候呢，又是新旧相攻刚才我们上一页讲的是内外夹攻，这里讲的是新旧相攻的时候呢，这两个病邪一起相攻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更严重的疾病。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里外内攻很奸杂，很难治了。那尤其是小朋友，如果说你们不懂去看中医，不懂去看自然疗法，先去看西医，用了一大堆的抗生素和西药，甚至是激素，再来看中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急也急不得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做医生的也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病不好治，可是家长非常的急，我们自己也很急，可是不是说急你就可以急得来的。所以刚才介绍大家要喝一点米汤暖暖胃这个米汤呢是不要浓的，一定要稀稀的。为什么呢？你看这一段大家注意看这一段，骨入于胃，胃气上逐于肺，所以肺中的寒气是从胃里面来的。我们的肺经，12经脉的肺经是从胃，或者你要架子上去，从胃开始走的。肺经并不是从肺，你还不太懂是吗？你都错了，但是你不太懂哈。mute一下，Bobby mute一下，看谁在讲话。所以大家要理解，为什么说整天中医说叫你们不要吃寒的呀？哎呀，整天这么烦那个冷的东西多好喝呀，是吧？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黄帝内经》几千年就告诉大家要怎么养生，可是我们没有去读，我们不知道。然后呢，现在的新兴人类呢，也就摒除了很多旧的传统，这个也是今天今时我们要把这传统经典全部找出来。我们不能浪费了古人给我们的智慧，留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智慧与财产。好，这3段呢，这几页呢是我们的防护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20分钟了。好，现在讲呢，就是说读《黄帝内经》做有情怀的华夏人，
黄帝内经讲的东西不是艰涩难懂的，黄帝内经是很浪漫的，在讲我们的四季，讲我们的寒暑。大家读一下这一段哈，我就不重复了。竹简上的文字，请大家务必非常珍惜。家长读了就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读。那将来呢，我们也可以会做一些儿童的漫画书，来以更生动的形式来推广中医。好，下一段正式进入主题。我们今天进入第二个主题哈，刚才已经是主题了。大家又看到这个刘氏推拿小儿手法，就今天我们讲的手法呢，跟这个教科书上小儿推拿手法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大概可能有10%的出入吧。那我们讲的这个呢是刘开运老教授的，这个老教授呢2003年已经往生了。大家大概看一下，我不读了这一段啊，没时间读。就说呢，我们会把这个手法教给大家，这个是就说我们挑出来挑最好的东西教给大家，好吧？这一段你们自己读哈，到时候会放在网上的。好，第一步，那刘老呢，他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不论你家小孩子得了什么病，他有一个开门，有一个关门。所以先开门，那比如说你要帮小孩子，你先开个他的门呐，把他的门开，你敲门呐，进去做客也得敲门是吧？敲个门，那怎么敲这个门呢？就是说有2步，第一步呢有3个穴位，第一个穴位是开天门，天门你们看到了，就是说很清楚了。然后第2步开坎宫眉毛这里，眉头到眉梢，第3步开太阳穴，这个穴位都非常的简单。如果发热的话呢，就开耳后高骨48次。现在请波比放录像第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视频啊。好的 ，Jennifer， 麻烦你先 stop sharing the screen。好，开视频期间大家不要讲话哈。开天门，开窍，从印堂穴到前发际24次，轻轻的推，推坎宫，从掌椎穴到眉尾，然后推太阳，太阳穴，推太阳的话也是一样的，推24次。如果需要揉耳后高骨的时候呢，是在耳后的这个位置，这一大块，然后是这样往下推，一般是推48次，发热的时候才推。好，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第一步哈，第一步就是说我们的要开。那你看呢，大家看呢，开门的第一步一点都不难的哈。然后呢，开完这个头窍之后呢，就要开这个手腕上，手腕上呢叫做揉总筋和分推阴阳。那这个2个呢也是非常简单，总筋呢就在望横纹中点。那我呢也写了穴位在旁边，就是说大家如果实在是对这个穴位定位，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很急，穴位定位没办法一个个仔细的教，
我们也不能见面去临场教，所以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这个穴位在哪里，好吧？然后阴阳呢就在总肩旁边这样推，这个呢就是一个开门手法。开门呢要分2步的开。好 ，Bobby， 请你再分享第2个视频，开总经。好的。那么总经是在这个望横纹的中点的位置，这个就是我们大陵的位置。那么做按揉总经的时候的话，是可以这样按揉，然后也可以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指头放在小孩的背部，然后大拇指按在总经穴，就这样，就轻轻的，比如说我们下面的那个中指往上抬，这个样子，这样子可以做24次。那么分外阴阳的话，那么我们的内侧这边是阴齿，这边是阳齿。那分外阴阳就是从总经向往2边分推，就是分外阴阳。这样也是做24次，这2个都是固定的次数。这个总经呢，就是你看这个揉，那就你可以揉24次，然后在总经那里呢往外往外边推24次，这个很简单哈。那这个呢就是说开门的一个手法，你看这一页呢就是把所有开门的手法都集在一起了。那这个手法呢就是说可以它的功效呢就是疏风解表发汗除烦安神。你看就小孩子要烦躁啊发脾气都可以用这个。那如果在感冒或咳嗽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应该你要帮他把外寒给散出去，所以这个叫发汗解表。那同时呢，如果他平时孩子如果说没有这个毛病，你也可以做，因为它这个可以清热明目，还可以止头痛。那小孩子有时候会烦躁啊，各方面的你都可以用这个。这个是一个总法，我们叫做常力手法，也就是说这个是对全身都好的一个手法，5个，非常的简单，穴位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可以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手法。所以我们这个，但是在刘老的这一套里面，它叫做开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选刘老的手法，因为他的手法其实就是非常有效的。你学了开门，学了关门，你都可以用在任何时候，好吧？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漏了一个揉总经的这个视频，到时候可以加上哈。在下一步呢，就是叫做第2步，做完开门之后，那怎么办呢？就是要先保养5脏，先把5脏这个平衡阴阳给平衡好。如果是有虚的补虚，有实的泻实，那这个呢就是一个5经，也非常的简单。那这个5经就一目了然，自己去看了，我都不用讲了哈。然后这里呢有一个补法，就是旋推，刚才你们也看到这个视频了，旋推1次1圈为1次，那多少岁涂多少次也在这讲得很清楚了。那泻的时候呢，就从大拇指螺纹面往向心这样推。如果你是平时有学过小儿推拿，你家里有小儿推拿书，你看到它是一直推到指根部。可是刘老这个刚才那个视频也讲了，这位专家我们的马医师在中国的专家也讲了，你就这样轻轻推螺纹面就可以了。那频率呢，大概1分钟要推200次，也就是说较为快。那这里还讲了，刚才我们刚开始讲5经脾、肺和肾都是虚的，所以我们这里呢一般都是要用补法。心和肝一般都是实的，我们用清法。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总法。但如果说现在我说这个肺经很实，它有热痰怎么办？你用了清之后再补一补它，那这样呢就可以平衡这个阴阳，平衡这个补泻所以也就是说我刚开始讲的，我们教的这套手法，如果你操作好不要说操作不好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有副作用的好，也是安全的手法。那这也是刚开始我讲的，我们要以
公众和患者的安全为前提。好，下一页大家看到哈，推清水河。那第一步和第二步讲好了，第一步是敲门开门，第二步呢就是说五经5个手指头。第三步要介绍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经常用一个清热的手法。那清水河，你听到它的名字都知道了，这是一条神奇的河，因为推一推这条河，它就可以泄热。小孩子泄热推这条河是很快的。那清水河是从总筋，刚才讲腕横纹中点一直推到曲泽穴。曲泽穴呢靠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走横纹的里面呢，你们看到这个图哈，靠内一点，内就是小孩子写字的时候，他靠着书桌的那一边我们叫做尺侧，叫做靠着书桌那一边我们叫里面。那这个曲泽穴是靠着这个里面的这一方面也我们没有时间具体讲穴位，但是呢今后可以在网络这个微信网络再次辅导大家哈。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推到这个，推这个是一个大梁的手法。那这可有3种手法，第一是从总筋轻推，第二种呢高热很严重怎么办？从劳宫穴，就从掌心，劳宫穴掌心嘛，这样往推，也就是它的这个河的这个路程要长一点，它的功效要多一点。那如果说还烦躁还有一点抽搐那就轻轻的拍打。所以这里呢清水河呢其实是有3个不同强度的手法，也就是说根据小孩子发热的一个状况，紧急的一个情况，有3种不同的功效，不同的手法。那这个清水河旁边呢，这条神奇的河旁边还有2条河，这2条河呢大家需要记一下哈，这些都是待会这个游戏有讲游戏的问题哈。就是说还有一个3关和6腑。那在清水河的2边，靠着拇指那一边很容易靠着大拇指那边叫做3关。这个3关也是推的方向呢是跟清水河一样的，就是我从腕横纹一直推到走横纹。3关呢是12经的肺经线，这个刘老的肺经线哈，就刘老的3关是这样，在其他的小儿推拿书有一点不一样哈。那这个3关的功效是什么？它是温阳的，也就是它是温阳散寒的，就冬天有寒的时候它是温的，它的功效刚好跟清水河和6腑是相反的。可是相反的我们也要在一起做，为什么呢？我们讲了寒与热它是要转化的，我们不能单独谈寒，不能单独谈热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开始要给你们介绍这些知识。6腑呢是在小指这一面，就是小孩子写字靠着书桌的那一面，它的方向大家要注意是相反的，是往走到腕横纹的方向相反的。那当我们这2个不同功效的这2条河伴着这个清水河的时候一起做的时候，怎么去平衡它的阴阳呢？怎么去平衡它的补泻温和凉的一个功效呢？就是说3比1。比如说现在你的小孩子这里有了温里散寒，很寒，热没有什么热，那你就3关推150次，6腑退50次，也是3比1的比例。你学会了也非常的简单实在不懂就记下来，任何时候拿起这张纸就可以帮小孩子做。那如果说现在小孩子有热痰了，流黄鼻涕了很烦躁，喉咙又痛的时候，你6腑要退150次或300次，你3关同时要做100次。那这样呢就保证这个小孩子不会太寒，你的这个治疗不会太寒也不会太热。这个是一个关键点，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点，是我们今天学习中的一个难点。这3条河呢有点难，因为他们都在这个上臂都在就靠得很近然后它还有个方向注意方向有不同。
注意它们的功效有不同，而且还要以3:1的这样子来配对哈。所以这个呢是今天的一个难点，待会呢问题也会问到哈。Bobby 视频，请放一下清水河的视频。Bobby 啊，可能得重新来过，没有声音，重新来过吧。大家呢就稍稍等一下哈，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 chat， 这个 chat 呢有我们美国的中医师的一些回答，好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中医师的一些分享，大家都可以稍稍的看一下。然后呢待会呢，如果你们有问题，或者你现在有问题，就可以马上在 chat 这里回答。我们这里今天起码有20位中医师，加拿大和美国的中医师，美国包括纽约啊这些都有来回答问题，好吧？Jennifer， 你可以 unmute 你自己吗？然后我来 share 我的 screen， 谢谢。我看那个 Scream 有个家长说他推天河水，效果挺好。小孩子这样病是这样，他来得快，去得也快。刚才高建英医师介绍情况，就说小孩子有时候情况他是稚幼之体，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用我们中医的这个发挥特长，对孩子保健还有很好的作用。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治疗对症呢，小孩子发生的情况，控制的也来的也挺快的，功效。不错，这个刚才那个问题。谢谢王医师。现在我们在开始 share 这后台。另外，我刚才说话听到了吗？我没开开啊。天河水从腕横纹的中间，就相当于心包经的位置，到肘横纹这一条线，那么是从肘横纹向那个腕横纹方向推，这样推。那么推的时候可以加点清水，或2指或1指也可以推。那么推三关呢？三关也有点相当于我们的肺经的穴位。也是从腕横纹向肘横纹方向推，它有温经散寒的作用。一般外表啊，或者是比如说腹痛胃寒的也可以用。那么推六腑是从腕横纹向肘横纹向那个腕横纹方向推，往下这样推。那么推六腑和三关的话，比如说推六腑150次，那么推三关要50次，推三关150次，那推六腑就要就要50次，这样就防止太过，因为小孩是至阴至阳之体嘛。
小横纹的话是在那个小指的这个掌横纹这儿，那么揉掌小横纹的话，直接这样揉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它宣肺化痰效果挺强的，它是治疗肺炎的药穴。那么做一下这个清天河水。清天河水其实就是天河水，就是从这个腕横纹的终点到肘横纹的终点连成一条线。那么做的时候呢，是从腕横纹向肘横纹方向这样推。一般推的时候可以用3指或者是2指。其实临床小孩的话2指就够了，因为小朋友的手指比较短，用2指3指都可以的。这样，一般这个清天河水的话是风热感冒的时候才用的。如果说它有发热的话，那么我们吹的时候就边推，要边吹一口气，这样的话它退热的效果会更好一些。Hello Jennifer， 你现在在 mute 了，你现在不好意思，这个天河水呢相对就比较难一点，所以呢然后呢又有一个穴位呢叫做小横纹哈，然后我现在 share 一下我的这个 screen。这个小横纹呢，它是一个止咳药穴。那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风寒咳嗽的药穴，所以这个呢，你看这个小横纹也可以这样推，这非常简单了。你看一个穴位就止咳穴位，好吧？那这个呢就不多讲了，30到50次。那做完这些之后呢，就是说，先是开门哈，再总结一下，先是开门，把门开了。开了之后呢，要五脏调理，第2步，第3步呢就可以根据它寒与热调整了。那最后呢，就是说有个止咳药穴，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止咳药穴是中间的膻中穴。所以现在我们讲的膻中穴哈，你看这个叫做推胸法，推胸法呢也相当的有点难，但是呢，其实它是以这个推胸法呢有操作有4步的，总共有4步。但其实它是，大家不要觉得很难，而是呢，它是以膻中穴或者我们讲膻中穴为中心，做一个十字，画十字。可是这个十字不是你随随便便画的，而是就说，第一，你先在十字的终点先揉50次到100次，接着你2个拇指以十字的终点，以膻中穴为终点，向两边小孩子2边乳头这样分开推。那膻中穴呢，就是膻中穴就是乳头终点了，在胸骨并中间，大家也可以查一下穴位哈，也可以到时候在群里问。那这样子，第2步推就是往外推，等于说十字的打横那个部分。接着呢，就是这个十字打竖的部分。这个打竖的部分呢，有2步。第1步呢，就是从天突穴，就是胸骨上窝，就是那个这个气管上面，就是这个上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啊，胸骨上角一直推到下角，就是说打十字往下走。那这个十字已经做好了，但是还不够，所以呢，因此要有第4步。第4步怎么做呢？就是说，在胸的中线和乳头的中间这条线，也就是说，这个旁开这条线其实是肾经的穴位，但是大家可以不用去记这个肾经这些穴位，我放在这里让大家去查。就说这个时候呢，可以2个手指头推哪个地方呢？推肋间隙，就是肋骨这些间隙啊，其实你按一下，你们自己按一下，自己都很酸的。所以呢，小孩子就轻轻的给他们在按，从第1到第5，就反正有空隙的地方就按，不要按那个骨头，不要让肋骨按肋间隙，这样。这个其实是一个开胸
祛痰降气祛痰的非常好。那也可以呢，分开的轻轻的敲敲敲也行，好吧？这推胸法呢就非常关键，就是作为止咳，甚至是胃气上逆打逆的一个穴位，一个手法。这个手法是属于一个复式手法，就是要以膻中穴为中点，画一个十字。现在看视频，大家不要讲话看视频的时候不要讲话。那推胸法的话是先揉膻中穴，也是50到100次，然后是分推膻中，从膻中穴往乳头2个方向推，然后是直推膻中，直推膻中从天突穴可以用2个食指或者是一个手指往下推，推到膻中来，推到这个鸠尾穴这里往下推，也是5到10次，然后是按压膻中穴，按压的话就是我们肾经的穴位，就是从第1肋间隙到第5肋间隙，就是郁中、神藏、灵虚、神风、不囊，轻轻的按揉下来，按压下来。当然也可以就是说从手指盘开以后，轻轻的这样扣下来，扣也是可以的。Bobby 呀，Bobby，你把那个最后那个关门也放上，我们所有视频都全结束了。关门是什么？关门就是拿肩颈。哦，第5个是吧？对，第5个拿肩颈。好的。拿肩颈，那么肩颈穴是在我们打大椎穴和肩峰连线的中点的位置。那么拿的时候就轻轻，拇指在后，那么前面的1、2、3、4指，那么食中无名指在前，就轻轻的这样拿起来。那么如果说是有发热啊这样的时候呢，可以捏得重一点。当然捏的时候，一般是捏3到5次。捏的时候呢，一定要跟患癌的母亲提前说好了，他这个的话让小孩容易哭。好，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所有的视频都全部播映完毕了。这些视频呢会放到 YouTube 的那里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儿童公益讲座的 YouTube 频道，所以呢包括我们的一些教学的一些内容呢，我们到时候都会整理之后放上去。那这个拿肩颈呢，就叫做关门。我们先有开门，开完门之后一定要要再关门，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手法。那第一个呢叫做开法，最后一个是总收法。那这样呢，还可以再一次加强宣通气血的
发汗解表的一个这样的功效。那这个关门呢就轻轻的3到5次，就是不用多。好，最后呢就是这个如何治疗。那最后这个表格呢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做了。那总的来说呢，如果是你们家小孩是寒症的话呢，他一般是痰是白的，流的鼻水是清的，咽喉是痒痒不是太痛的，然后身体比较重痛，很怕冷。如果是热的话呢，他流的那是黄浊涕，然后痰呢是黄稠，咽喉是很痛肿的。这个呢是一个简单的辨别方法，在家里。那还有呢就是说，你看这治疗呢就也很简单了，因为大家已经全部学完了啊。今天其实这个课是浓缩高浓度的，如果这个课放到中医学院呢，起码要讲3个小时的。那这个呢就是说，首先要开门，我们叫开窍，接着推五经，把五脏先调养一次，接着就是配穴，配穴就是根据热和寒可以去配。那你看我这里的配穴哈，如果是寒症呢，就不用这条清水河了，是吧？因为清水河是热的。如果寒症呢，就可以只用3关和6腑；如果是热症呢，就要3关6腑加上清水河。掌小横纹呢是止咳的要穴，所以任何症都要的。推胸法呢是降肺气、开肺、降肺气、止咳的一个重要的复式手法。所以也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那做完这一套之后呢，关个门搞定了，刚关个门就拿肩颈3到5次。所以这个呢，你就看以风寒咳嗽为主，记住这些穴位的搭配。风热呢，就大概的就是修正一下、修改一下手法就可以了。所以其实风热只多了2个穴位，一个是耳后沟高骨，一个是清水河。那穴位都是一样的，只是手法有点不一样。那五经那里怎么做呢，也已经先讲了。那你看风寒风热它五经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五经是一个五脏的调养，而且是一个叫做把我们的正气，小孩子正气给提起来的一个调养，所以寒热都可以是一样。那泻热法主要是在这条神奇的河，叫做天水河，好吧？我呢已经在就是说在我们的计划范围内呢，已经讲完课了，总共是1个小时。